我最近天天热的吃不进去饭，看啥都没什么食欲，所以我买了300斤辣椒和200斤牛肉，我打算做点下饭的烧焦牛肉酱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为了能吃得爽，肉我买的都是带点雪花牛肋，但就是切丁这活强度有点大。我们切肉这一步居然干了10来个小时，这一天光磨刀就磨了30多回。不过后来烧辣椒的时候还挺满足的，因为这辣椒经过炭烤之后真的特别香，就这味儿已经香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这么说吧，如果不考虑物种的话，我愿意和他结婚。但是后来雷辣椒的时候可太致命了，因为我原本买了一个超大雷体，寻思能干得快点，结果我俩取快递的时候走道卡了，跟那玩意儿摔稀碎，后来就只能用这种普通的蒜捣的雷辣椒。我的妈，这小玩意儿锤300斤辣椒，整整干了一宿啊，好像每一下都在那敲功德呢。而且因为雷的太卖力了，给石棒都磨没了。我当时犹豫了一下，这碗辣椒还能不能要了？但后来我转念一想，辣椒一窜，石灰拔干，那这俩玩意儿一起吃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然后吃完巧克力就准备猛干了，但这时候又有个新问题，就是家里这锅炒肉是既炒不下又特别粘，所以为了能加快效率，我火速去订了一个直径1.4米的大铁锅。这锅买回来都绝门了，刷它必须得进锅里刷，而且家里没有任何一样厨具能炒得开这锅里的东西，所以经过我缜密的思考之后，我去买了把铁锹回来炒肉。但是该说不说啊，这铁锅配铁锹炒完的肉是真香啊！最后把炒好的牛肉、捣好的辣椒，还有那些七七八八的调料都放到这大锅里，再拿热油这么一激，我的妈呀！就现在这个酱，要是拌点米饭或者蘸个馒头吃，都香到头了。最绝的是这里现在还有一股淡淡的烟熏香味，你说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个，但是唯一不足的是这个酱肉太多了，吃2口就容易吃饱了，而且它现在也不配叫烧焦牛肉酱了。要是严谨的按照配料表含量来取名的话，牛肉这俩字得放到前头了。我们同学今天来家吃饭，买了不少大骨棒，我看肉挺多，通波给我奶掰了一盒柴骨肉，但是掰秃了，就改成吃自助大骨头吸骨髓了。然后那个柴骨肉酸菜锅的肉显得有点少，我又通波放点粉丝。这饭店没等开，那么招学会不少。完，我们同学拎2只刚出水龙虾来，他可会过了，就说自己家吃买活的不合适。完了9点钟就拎筐上市场蹲着去了，下午1点半铐死第1只，然后2点半的时候又铐死了第2只。后来那老板实在受不了，就问他说：“哥们，你们2只还不够吃吗？你要再站着这么铐，你容易给我铐没了。”然后他们拿瓶红酒，我寻思这玩意儿也没人喝，让我炖肉了，还做了个干锅牛蛙。完有俩同学非要展示一下子，这家伙做一个菜用了3人，完了还说这个菜是品酒量里同款。完那哥们做了个鸡爪焖虾和尖椒干豆腐，他说你尝尝这菜是不是跟饭店卖的不一样？这一下给我问懵了，我尝了好几口，我说到底哪儿不一样呢？他说你细琢磨，这菜是不是做的没有饭店好吃？还做了个鲍鱼花螺给包和鸡蛋拌饭。来吧，这样呢，自骨、红牛、蛋饭、拆酸、爆花鸡、干蛙、煎豆，不认识。虾爪、碧龙。行了，吃饭了。今天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刘某，人家来有带菜的，有来帮忙做饭的，唯独他啊，掐着饭点来的，就带了张嘴。头2天给考研的孩子整了一顿，那天正好是考研前一天晚上，我寻这得吃点好的，也不光是为了加油，主要我怕他们考完了没心思吃了，给他们做了个煎牛肉丝饼，还有个新加坡辣螃蟹。既然这盒没扔，你们买认准这包装就行。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真假的，但我觉得跟我在新加坡吃的味儿是一样的。完我寻思这晚上不得干通宵啊，做了个草莓冰点提神。完他们说哥你别整那没用的，那玩意儿提神这一块，咱说心里话，提神这玩意儿啥玩意儿有肘子提神的，咱说。完有个南方同学说没吃过杀猪菜，我寻思这不撞枪口上了吗？我给炖了满一大锅呀，这底下还藏俩骨棒呢。然后他们说想吃个前账菜，我炖了个牛腩腐猪煲。我天天说前账，给我现账整贼紧张。好家伙，连夜在家熬了一锅皮豆，家里火都没关就给我送来了。我说咱哥俩关系慢慢处呗，你这整还挺玻璃心。最后给他们做了个蒜苔羊排和咸蛋黄茄子，然后他们拿到寝室稍微有点凉，就上宿管阿姨那屋热了一下。据说那香味在阿姨那屋久久不能散去，整的人2点多还没睡着觉呢，起来泡上方便。盛传一句话叫万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呢。来吧，强呢，牛竹啊、老肘、胀冻、猪菜、辣蟹、青饼。
梅冰、台牌、黄茄、蒜骨。行了，这就跟我弟打包往学校去了。今天来的是中医药大学，我跟这几个同学约定了一下，我说如果考研成功了，等开学一定给我整2贴膏药，但如果吃了我的饭，考研失败了，我只能把我弟拿出来给你们练练针灸了。今天来几个女同学打麻将，我的妈呀，一来5、6个呀！我跟你说，这里头有真打麻将的，有来蹭肘子饭的，还有他妈对象在家没吃的来给对象打包菜的。你看我弟今天干活都有劲儿的。那正好这2天饿了么发节，发年终礼，囤了不少吃喝，干脆就 Happy Saturday， 提前把元旦过。完了他们说要吃炸3样，还告诉多放点腰子。后来说想吃肥肠，说让我再做个溜3样。我认识他们之前，我一直以为这玩意儿就50来岁退休老头吃呢，现在看是我狭隘了。完，今天有2个菜超常发挥了啊！一个是这一锅汆锅底儿，等过年消停点，我出一期教程。到时候你要说不好吃，我给你磕仨。还有这个奶油龙虾汤，这个比较简单，我就打一个文字版教程啊。你信我的，这汤你就做1回，你就会发现我教你炖的肘子其实也就一般菜。完，我们同学昨晚1点多还嘱咐我呢，说鱼子别放茄子，烤鱼多加点配菜。他说这事儿他要忘了说了，完回家想起来，他这一晚上得闹死。就这种感觉像什么呢？就像你早上跟人吵架，然后晚上躺床上了才想起来一句有劲儿的。哎呦我天，就这种事儿，想想他妈这一晚上都窝囊死。来吧，香香的定糕、溜3、酱子、炸3、沙肚、烤鱼、虾粉煲、川底、奶虾汤。这个有点太宽泛了，我这个应该是肘子先生。你们的到来让我们蓬荜生辉。好像要拜访了。我最近换季老咳嗽，就想买点秋梨膏喝，但是外面卖的也不知道成分纯不纯，所以我索性买了450斤砀山酥梨，我打算自己在家熬点秋梨膏。但是梨这个东西吧，它属于是寒性水果，我看到一个做法是把梨先血皮炒熟，然后再放到一起炖，这样就能去寒了。好家伙，这些梨血皮插丝干了10来个小时，都要给我们累麻了。我心说，要是这么折腾完了还不能去寒的话，那我只能在炖的时候放上2斤羊肉了。然后煮梨肉的时候，我还放了点大枣、生姜、罗汉果。但是接下来有个很费人的事儿，就是要给这些煮熟的果肉滤汁儿。那挤汁儿的时候，我们老卖力了，挤出来的果渣比我拉都干。后来给那手爪都拧成鸡爪了，动2下就开始抽抽。一共挤出1桶半的汁儿，不知道最后熬完膏能不能剩下半桶。然后这玩意儿煮的时候还得全程有人看着，要不然说不准哪下就偷摸自己扑锅了。所以我们快速制定了一个值班表，并且把双人床也安上了。我真是没想到熬一个小小的秋梨膏又他妈在家打上精了。后来我发现这放张床真增强秋梨膏的止咳效果，我还放了点川贝母。这玩意儿我一共才买了3两多，却花了我将近4000元呢，这换算下来比我命都值钱。就现在这个秋梨膏的成本呢，那别说咳嗽了，我估计我咳血都不一定能舍得喝。所以最后熬的时候我们都要吓死了，就生怕它糊了，稍微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立马换锅。整整熬了17个小时，1分钟没合眼，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搅。那给水熬没之前，差点先给我熬没了。最后450斤梨没加任何水和糖，熬出了41斤秋梨膏，合来1斤成本掉150块钱了。但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熬秋梨膏了，这玩意儿实在太费人了。就这么说吧，第一天洗梨的时候，我看起来还人模狗样的呢。等做完所有东西之后啊，我靠，我爸看见我都得叫我一声大哥。